只能拿1颗啊，真小气。那没得选，只能从最上面那3颗里面选一个了。淡淡感叹之际，楚风已是走上前去，纵身一跃，越过第1道与第2道以及第3道台阶，他直接落在第4道台阶之上。他已经很保守了，毕竟他的目标是第7道台阶，选择落到第4道台阶，只是想初步感受一下这考验的难度。可楚风的双脚刚刚落下，楚风便意识到自己小看了这台阶。刚刚落地，轰的一声，火焰自台阶升腾而起，楚风瞬间便被吞没。那火焰不会焚烧楚风肉身，可却直击楚风灵魂。那恐怖的炙热感，纵使楚风也是紧咬牙关，眉头皱紧，嘶的一声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最主要的是，楚风此刻行动受限，能够小幅度的移动，但根本无法离开台阶。楚风，你怎么了？淡淡察觉不对，赶忙询问。楚风没有立刻回答，过了好一会，声音才响起，有点低估这里了，不过无碍。淡淡却听出楚风此刻的声音竟是虚弱的，这才第4层，要至少第6层才能获得开启一半的概率。此地竟恐怖至此，淡淡小脸凝重无比。楚风的忍耐力有多强，那可以说根本不是人能够让他难以忍受，可见这力量的可怕程度。好在这火焰并未持续太久，大概1炷香的时间便消散开来。火焰消散，楚风也是恢复自由，他并未继续前行，而是赶忙盘膝坐下。他第一时间释放结界之力，想来缓解刚刚灵魂造成的伤害，却发现点自己的结界之力无法释放而出。楚风又摸向乾坤袋，想取出丹药，却发现乾坤袋也被封锁了。我擦，这就过分了吧？楚风无语。怎么了？淡淡赶忙询问。楚风也是将情况告诉了淡淡。不让用手段进行恢复吗？楚风，那你还能坚持吗？不能的话便放弃。本来就是寻找机缘的，可别机缘没寻到，把自己搭进去了。淡淡劝道。没事，我再试试。楚风话罢，再度一跃而起，落在了第5道台阶之上。啊！这一刻，楚风先是发出一声尖锐的嚎叫，痛苦不已，但很快便不再发出声音，只能听见楚风紧咬牙关，牙齿剧烈摩擦的声音。楚风，你怎么了？能承受得住吗？不行的话便放弃。淡淡担心不已，可楚风偏偏不再出声，而根据楚风的视线，也没有看到任何攻击性的物质，这让淡淡更加的担心起来。楚风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能不能打开界灵大门，让我出去？也许我能帮你。淡淡接连询问，却也始终没有声响。不过好在过了2炷香的时间后，楚风终于开口。淡淡别怕，我没事。虽然楚风是笑着开口，但声音却极其虚弱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淡淡询问。是精神攻击，很强的精神攻击，稍有不慎将意识散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过还在我意志力比较集中，抗住了。楚风说道。这个鬼地方怎么这么危险？罢了，咱不挑战了，捡颗珠子离开算了。淡淡劝道。可楚风却抬头看向了第6道台阶。楚风，你别冒险啊！你先前怎么对那些人说的？什么都没有生命重要，首要任务是自保，不可以拿生命冒险，否则不是勇敢是愚蠢。你这话说得多漂亮啊，怎么自己就犯蠢了呢？淡淡意识到楚风不想放弃，于是赶忙相劝，他是真的不想让楚风冒险。淡淡，相信我，这第6层我应该可以。楚风声音响彻之后，淡淡便知道劝不住楚风了，于是说道，那你把界灵大门打开，让我出去，让本女王帮你。打不开的，我结界之力都用不了。楚风说道。真是个鬼地方，那你休息一下，感觉状态好些了再挑战，还有第6道阶梯是最后一次，无论成败都不要继续了。淡淡说道。遵命，我的女王大人。楚风听从淡淡的话，休息了一下，但是没有疗伤的手段，这样的休息短时间内其实也没什么作用。于是楚风干脆一跃而起，来到了第6道台阶之上。刚刚落下，火焰、雷霆、狂风3重力量同时出现，狂风如刃，雷霆如针，火焰为气，3重力量穿透楚风的衣服，便直接攻向楚风。衣服虽未受损，可楚风却是皮开肉绽，这一次不仅仅是攻击灵魂，肉身也是受到了极大的摧残。楚风此刻就感觉自己像被千刀万剐，正在被活活的粉碎瓦解，甚至觉得自己已经被撕成了粉碎。但楚风不想淡淡担心，反而是咬紧牙关，硬是一声没吭。可剧烈的痛楚则是让楚风痛得连眼睛都闭不上，反而是瞪得老大。淡淡也没有询问，他顺着楚风的目光，能够看到楚风已经跪在了地上，汗水如暴雨一般噼里啪啦的四下甩动。至于为何是甩动，是楚风身体剧烈抽搐着，尽管他尽力稳住，但还是抽搐到极其夸张的程度。淡淡知道楚风正在承受难以忍受的考验，这个时候不打扰反而是最大的帮助。此刻龙成宇等人也在盯着那道大门。很快结界门内一道光束飞掠而出，落在他们前方不远处，光芒消散，小鱼儿的身影浮现而出。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见到小鱼儿，欧阳狂飞紧张地冲上前去，龙成宇和龙木西同样紧张无比，因为小鱼儿此刻脸色苍白如纸，脸上布满了冷汗。小鱼儿没有说话，而是取出一颗疗伤丹药，吞服而下，伴随疗伤丹药发挥力量，他才抬头看向众人，抱歉，这门打不开了。随后小鱼儿向众人讲述了情况，必须到达第6层才能获得一半的开启几率，可第5层的精神攻击就险些让小鱼儿承受不住，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再继续向前了。这个不重要，你人没事就好。龙木西说道。对，如楚风所说，生命最重要。欧阳狂飞也是说道。大哥的他还没出来吗？小鱼儿四下观看后问道。楚风还没出来。龙成宇道。闻言，小鱼儿立刻看向结界门，眼神竟慌乱起来。他从小到大都接受各种考验来磨练自己，而他各方面的承受力都远非其他人可比，自认为他已是达到了极致。但刚刚那台阶上的力量却让他都一阵后怕，不敢再重新挑战一次。他很怕楚风出事，不是不信任，而是那里面真的太过可怕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摧残楚风的火焰、雷霆、狂风皆是散去，楚风则是扑通一声瘫躺在地。蛋蛋，我抗住了。蛋蛋发出无比虚弱且嘶哑的声音，那声音根本不像是楚风，就像是一个快要病死的老头。抗住就好，抗住就好，一半的概率是你用命换来的，到底能不能开启就看天意了。你休息一下，咱们就离开这鬼地方。蛋蛋很是心疼。好。楚风也是应下，他也不打算继续了，这第6层楚风都险些扛不住，鬼知道那第7道台阶会是怎么样的折磨。只是看着那摆放在第7道台阶上的3颗珠子，楚风内心也是有些五味杂陈。一直以来，但凡考验，楚风都能做到最好，其他人能做到的他可以，其他人做不到的他也可以。想不到这一次他居然吃了瘪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却自界灵空间内响起。楚风，去将第7道台阶中间那颗珠子取来，送给本王。闻言，界灵空间内的蛋蛋恶狠狠地瞪向一把黑色长剑。修罗剑，刚刚开口说话的便是这把剑。蛋蛋口中，修罗灵界内拥有无上威能的3把最强之剑之一。你看得出那颗珠子蕴含什么？楚风则是赶忙询问。这把修罗剑可傲娇得很，平时楚风和他说话他都不理，难得他开口了，楚风自然要询问一番。你别管，本王喜欢中间那颗，你去帮本王取过来。闭嘴吧，臭黑铁！修罗剑话音刚落，蛋蛋便开口怒斥，且对楚风道：楚风，别搭理他。修罗剑不理蛋蛋，继续对楚风道：小子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到，你能守护得了谁？那你说说，能给我什么好处？楚风问。呵呵，修罗剑笑了，笑得十分嘲讽，这才继续道：楚风，你记住，此地是试炼之地，既然是试炼之地，就是供人挑战的，且它再难也总归是有一个上限，这个上限中会有人达到，你达不到，日后也会有其他人可以达到。但若是其他人可以，但你不可以，你便也不可能成为这天下间最强的一批人，就莫说最强之人了。本王的话说完了，你爱取不取，但别怪本王没给过你机会。修罗剑态度很强硬，可这强硬的话语落入楚风心中，却仿佛一记重锤，击碎了楚风之前的一些想法。于是他再度抬头看向了第7道台阶上的3颗珠子，中间那颗是刻有疑似盾牌符号的那颗。楚风从来不受激将法所扰，但修罗剑说的话，楚风却觉得很有道理。蛋蛋，抱歉，我可能要食言了。楚风之所以抱歉，是他先前答应蛋蛋挑战了第6道台阶便放弃，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。楚风，想去就去吧，我相信你可以。然而蛋蛋没有再劝阻，更是没有丝毫的责怪，他就是这样，虽然担心楚风，可假如楚风想做，他便会支持。唰，楚风纵身而起，直接落到了第7道台阶之上。落地之后，楚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周围也没有任何变化，可是蛋蛋却紧张的不敢说话。他担心极了，觉得楚风此刻正在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，但却不敢开口，生怕影响。蛋蛋，没感觉爱？可楚风的声音确实响起，且声音竟是如此轻松。啊，没感觉吗？蛋蛋意外。真的毫无感觉，莫非这第7道台阶只是吓唬人的？哈哈，难怪修罗剑让我上来，他是不是看穿了这一点？楚风面带窃喜。那可太好了，楚风，快，将那颗珠子拿走，咱们就离开这里。蛋蛋也是为之狂喜。可就在楚风打算去拿那第2颗珠子的时候，这台阶就像是感受到了楚风的想法一般，轰的一声，楚风前方竟升腾起一片黑色的气焰，黑色气焰于高台之上快速扩大，形成一个高达100米的黑焰球体。黑焰球体原本封闭，却又在楚风的正前方散开，形成了一道门形入口。透过入口，楚风能够看到那里面是一个房间，但不是寻常的房间，而是刑房。各种可怕的刑具密密麻麻地布满于房间的墙壁之上。楚风眉头微皱，正常来说这种刑具对他来说能造成什么伤害，他根本无惧，但他知道
事情绝对没有看到的那么简单。轰！果不其然，一道光芒从天而降，落地之后向两旁散去，化作一道透明的结界墙壁，将第7道台阶一分为二。黑焰刑房与3颗珠子在同一端，楚风则在另外一端。楚风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淡淡还是开口相劝了。结界墙壁虽为透明，可结界墙壁上面却写着几行大字，大致内容是越过那道墙壁，楚风将在这空间世界内获得不死之身，但修为将恢复到修武之前的地步，一切状态也都恢复到之前的地步。简单的说，楚风将变成普通人。若是成为普通人，那么那刑房内的刑具可就不再是无所畏惧，而是极其可怕的了。一个不死的普通人代表着更是将承受无尽的折磨，生不如死。没事淡淡，我本来就是从普通人走过来的，我觉得修罗剑的话有道理，这试炼就是给人准备的。我做不到，也有其他人能做到，我可以容许其他人做到，但我无法容许其他人能够做到，我却做不到。话罢，楚风便踏过了那道透明的结界墙壁。那一瞬间，楚风能够感觉到一股力量融入自己体内，同时自己身上的许多力量也被那道墙壁带走。他真的成了一个不死的普通人。楚风回头看了一眼，他知道现在选择放弃还来得及，但他淡淡一笑，便毅然转身踏入了那道黑焰牢房之内。楚风第一时间闭上了眼睛，他不想淡淡看到自己的惨状。黑焰刑房关闭，率先从墙壁脱离而出的10把长鞭，长鞭同时挥动，瞬间楚风便皮开肉绽，鲜血化作长线，何止地表，甚至喷溅在了墙壁之上。只是同时挥动这一鞭子，便在其身上露出10道鲜血淋漓的森森白骨。痛，火辣辣且钻心的痛。楚风久违地感受到了自己肉身的脆弱，但偏偏自己刚刚出现的触目惊心的伤痕却被一股力量快速治愈。可皮鞭并没有挥动一下就停的打算，而是快速地挥动着，每道伤口都会快速愈合，可每一次的伤害却都真切地带来痛楚，甚至那痛楚不会因为伤口的愈合而消失，只会不断堆叠。看似楚风的肉身还好，可实际上他已是伤痕累累，这便是此地的恐怖之处。楚风不会死，但却会接连不断地遭受伤害。尽管毅力惊人，忍受能力惊人，可当恢复凡人之躯，楚风也是疼得冷汗连连。毕竟能忍不代表不痛。楚风紧咬牙关，心中也会有一些猜想，会不会这鞭子停了，考验也就结束了。可当10把鞭子停止挥动，消散而去后，便有10把火红的铁钳子向楚风飘来。果然没那么简单。来吧，修为全无，但小爷这么多年的修炼却不会全无。楚风内心咆哮，但同时周身热气升腾，他能够闻到肌肤被烫熟的味道。别说挺香，但却真他娘的疼。